工魏远刚，23岁，来自山东调音师，大专学历，年收入5万。女主人公左杰，22岁，山东舞蹈演员，大专学历，年收入5万。来，有请2位，有请。我们认识的小左和小魏。我俩是那个一块演出，然后认识的。你当时看上他什么了？看上小魏什么了？就觉得他人很好，然后他挺关心人，对我一直都很好。哦，可是在这个小片里却说你爱上了别人哦。是。是吗？啊。你不再爱他了？对。那个男人比他好？我觉得比他好。你什么时候知道他爱上别人了，小伙子？去年下半年吧，我发现他手机里面那个短信有点问题。啊，怎么了？里面那些写的那个信息内容就肉麻。然后你就问他了，是不是？然后我问他，就是手机中的短信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是我的一个朋友。哦，他就这样说。是普通朋友，还确实是男朋友？就是同事，然后之间互相关心，发的短信。同事？你现在是想跟他分手是吧？那你跟那个男孩子表白过吗？表白过。那个男孩比他好在哪儿？你给我比较一下行吗？我相信这也是你的问题对吧？对。那男孩有他高吗？有。比你高？啊，这个不算什么啊。有他帅吗？我觉得有。有他挣的钱多吗？这个我不太清楚。啊？不太清楚。你不是同事吗？怎么会不清楚呢？虽然是同事，但是跟工作不同。那个男孩家庭条件好吗？比他好。好到什么程度？你能告诉我吗？小康水平。啊，你们要结婚的话，有房子住吗，小伙子？因为我出身农民家庭。哦。因为我本身就是家里不富裕。啊。就是没有结婚吧，就是临时就是买不起房子。这不是说出身于农民家庭他就可以买不起房子，人很多农民他都是现在都结婚，孩子结婚都是可以给他买车买房，而他家却不这么认为。哦。再一个还有一个原因，以前我俩在一块的时候，他都一直都对我很好，也很关心我，很照顾我。但是自从他向我求婚，然后我没同意之后，他就对我很冷淡。啊，说白了也就是说，你觉得他家硬件条件不行呗，不够你想嫁的那种条件，对不对？啊，那也是一个因素。小魏还想挽回这段爱情。对，小片里也说到了，还想知道对方到底是谁，要打开这个谜团和疑问，对不对？是。我们先请老师给你们分析一下你们现在的情感现状，来，一起进入到真心瓜子丘比特问卷。左杰，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我到这儿来的原因就是跟小魏说明白，我就是不想再跟他和好，然后我就让老师给我个那个选择，然后我去选择另一份爱情。其实你一直就没有爱过他，你一直把他当成是观望的态度。你在这个现场说话，字字珠玑，句句伤心，没有一句不是朝着男嘉宾的心窝子上捅过去的。你应该斩钉截铁，不给他任何的希望，省得耽误他的时间，这才是尊重他跟你之间曾经有过的情感。我不想去伤得他那么深。你伤了他的自尊，伤了他的面子，伤了他的心。你要是真的尊重他，你今天就分手，不要再回来了。不要犹豫，是吧？周老师。女人欣赏男人是欣赏男人的尊严，欣赏男人在自己面前非常的高。可如果你在一个女人面前表现不出这种男人的尊严的话，不会被女人欣赏。所以今天我觉得对于你来讲，你最好的做法是你自己走掉，你不要拿给他来选择。你把你爷们儿的情绪拿出来，你说我一男人又不是找不着老婆，我才23岁，我怕什么呀？像个男人一样的去对，我觉得你像个男人一样去爱，像个男人一样去放手，这样才是一个男人。所以我先打断一下啊，你为什么哭啊？
我觉得或许这么做我很对不起他，但是我也要把我心里的真心话告诉他。我想再一次的跟你明确，你跟对方表白，对方接受你了吗？没有。那你心里舒服吗？不舒服。如果我说我今天把那个人请来了，老师们给你的建议是像男人一样的做，你会怎么做？那是你真爱的男人是吧？对。来，我们有请这位男生，来有请。同事啊。对，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最纠结的是我，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我特无辜，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今天来这个目的呢，就是说想跟你解释清楚。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我的表达只是说是什么呢？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那种，就说像那种知己那样。哦。但是呢，后来我就慢慢的发觉，我跟别的女孩在一块儿说话的时候，她就会特别不舒服。哦。然后有时候我就会问她，我说你一直说天天口口声声说对我，说是只是把我当朋友看待，为什么你现在要那个说你要那个跟我表白？不是，你这话说的很危险。也就是说，实际小左爱上你，你是有感觉的，对不对？你还装什么无辜啊？你今天来到底是说什么？你要想跟小魏说什么？一开始我真不爱他，你告诉我，但是我别说一开始。现在我真爱上他了。那你叫无辜吗？小魏，我要是你，我祝福他们，幸不幸福是他们的事。怎么说呢？我认为他本身有可能是嫌贫爱富吧。不要再去谴责对方了。但是我不想去放弃这段爱情。你不放弃能怎么样呢？你能怎么样？你们俩打一场在这儿。那个，来，你想娶她是吗？对。可是他爱的是她，怎么办呢？因为现在我不明白是我究竟哪里做错了什么。老师们，我们有错吗？其实你没错，错的是他们。失恋也好，最担心的就是把这种错误全加在自己身上，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我说过的，他们俩这个爱情早晚会被第三者还会拆散的。我告诉你，这样的爱情模式长久不了。今天这一幕早晚会发生，或者今天，或者明天。爱情可能是有一段惯性，让你觉得不舒服，这可能会让你成长。我相信在你脑海里面是有一个模式的，我爱你，我们谈恋爱，我们结婚，对不对？对。下面我要让你听到的是他家里的意见。我们进入到踏浪旁观者清。接下来我们将接通的是小左妈妈的电话，我们听听左妈妈对你们俩这段感情怎么看。来，连线。喂。你好。阿姨，我想知道您怎么看女儿和魏远刚的这个婚事的事儿？我还是比较喜欢魏远刚，他对我女儿挺负责的哈。他曾经跟我说过我追求您的女儿我就是说，我一定要对她负责，对我结婚以后对我家庭负责所以说这一点我比较看重她就是另一点就是说她的家庭情况跟我们家确实有点差距，但是呢，如果我女儿同意的话，也是支持我女儿。左妈妈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现在您的女儿要跟小魏分手，跟魏远刚分手，因为你的女儿告诉我们说她爱上了另外一个男孩子，这个事情你知道吗？我有所耳闻，她只跟我说过一次，说是那个家庭条件比较好但是对她那个人的人品能力我不是太了解，因为我没有见过她。现在您的女儿把她内心的话告诉了小魏，其实说我爱上了别人，我想跟你分手，但是小魏心里很难受。那作为一个喜欢她的长辈，您会对小魏说什么？那个小魏在现场那个谁，小魏你好。你好，阿姨。怎么说呢我还是
比较欣赏哈你这个孩子。说实话哈，如果我女儿想提出跟你分手的话哈，我也觉得哈有点舍不得。但是呢，我还是把那个主动权啊交给我女儿吧。毕竟哈她是我女儿，说实话，作为一个母亲来讲哈，我也不能特别难为她哈。那我就说这些吧。好，谢谢左妈妈，谢谢。好的，再见。小左，爱一个人是有自由的，对吗？前提条件是，你身边没有人的时候，你才有自由爱人，对不对？自己来跟小魏说，你怎么解决你们俩的情感？告诉他。我就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然后别希望通过我们，你说。我就是想把我心里的真心话跟他说，然后让他不要再这样了。那你告诉他你为什么不爱他？因为我看上别的人，所以。那你为什么去看上别的男人？因为我觉得他对我比你对我更好。那我呢？你说。不知道。别急，你爱他吗？哎呦，你们俩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说破的，还是就没说破过？之前都没有说破。也就是在这个现场，你是来表白的是吧？对。你爱他吗？爱。当你听到这个男人说他爱你的时候，你高兴吗？很高兴。好。他明明在说谎。当他说爱他的时候，他居然没什么表情，一定之前早就说过的，绝对不是现场。小魏，来接你父亲的电话，我想听听你父亲怎么说。来，让我们来接通魏远刚父亲的电话。喂，你好。我是听到了。您是魏远刚的父亲吗？哎，我是。您的儿子小魏和小左谈恋爱的事儿，您知道吗？我知道。知道哈。那叔叔现在我特别遗憾的要告诉你说，你儿子的女朋友小左她爱上了别人，她要跟你的儿子分手，你有什么话要跟儿子说吗？你既然是要啥了的话呢，既然是分手的话，也没办法，现在都是那的自由恋爱，对吧？你爸爸说什么？他说就是现在谈恋爱都是自由恋爱，就是家里只是给你提供一个参见，主要是还是在意两个人。好，您是觉得主要在于两个人，对不对？刚才您的儿子给我们做了一个翻译，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您的儿子钻到了牛角尖里面，他不愿意跟小左分手。一个女孩子在这么多人面前说我不爱你，我爱另外一个男孩，但是你的儿子好像别不过这个劲儿。当爹的有话跟他说吗？这个人的叫不能相爱了，那就无法挽回，对吧？听懂了吧？我听到了。听到了。就是这样，既然这人都无法挽回了，你俺说的话还是挽回好。对吧？听见了吧？听到了，爸。就是还是挽回好。谢谢魏叔啊，谢谢你。你爸说什么了？哭成这样？挽留还有用吗？但是在这里，我心里不服。不服是吧？对，就是因为他的介入而破坏了我们。是他是吧？对。好，来，你站到中间来。这是你们三个人的关系，对不对？对。如果有一天他也爱上我了呢？如果有一天涂老师站在这儿，他又爱上涂老师了呢？你有什么不服的？在我看来，就是因为我家里条件本身就是不好。好，我们就算她是个拜金女，你条件就是不好，她就是看中她家条件，你怎么办？你回答我。
因为这个我可以通过以后的努力，他不愿意去争取。等啊，他不愿意等啊，接受不了，对不对？对。啊？对。是接受不了他离开你的事实，还是接受不了他们俩在一起的事实？都接受不了。哪个事实更难接受？他离开我。你是爱他是吗？哦，你敢站过去吗？嚯，你真有胆！我现在看到这会儿，我才知道他输在哪儿。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看你那眼泪流的，你一直在找客观原因，是我家里条件差，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要跟他在一起。你是个没有主心骨的人，你知道吗？所以我认为有的情况下是批评他们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过于批评他们，就等于帮你找到了借口，可怜自己。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呢？最倒霉的人呢？是吗？这个，你还有脸哭？你哭什么东西？你哭？你大老爷们20几岁了，就一女人分了手，出现了一情敌，你在这哭。男人与男人比的是什么？比的不是家庭条件，比的不是谁高谁帅，比的真正是负责任心，才比得出你男人的雄心来，你知道吗？对，这我知道。你知道你哭什么？但是这样，因为我没法控制。是，你是没有办法控制，但问题是在哭了之后你该怎么做？我为什么要这样说你？我现在就是想尽量的去争取这个事情。争取什么？尽量去争取。争取是什么？去争取他。你争取什么东西？他是什么？争取属于你的幸福，对不对？对。但是你首先认清楚自己这个人吧，你输在哪儿？你要如果说你此时此刻你是很坚定的、很有雄心万丈的、很宽容的对他们说话，我绝对不会这样严厉的批评你。但你是选择在哭啊，你越哭的话，有些人就越嘚瑟。你越哭的话，他就越觉得左杰就觉得，哎，我离开你就是正确的。你看你多懦弱！我想问个问题好吗？你口口声声说爱他爱他，可是当他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出现了吗？因为那段时间我挺忙的。你每次都是以忙找借口。你没资格在这儿说话。而且我知道，当他没有陪的时候，有你在陪就够了嘛，你就不用去管他有没有陪。还有更好的人替你陪他，没关系。对。所以小魏，你好像一直对小左的这个不太看好是吧？我也不看好。OK。看好。来，小魏。我认为主要是，一是与家庭条件有关，二就是他也有可能就是想追求想要的自己的那种幸福。什么？第二是什么？他什么？他想要他自己那样的幸福。那你怎么做？我现在虽然不是很富裕，但过了之后那也不一定。但是我就是想用我自己最大的努力超过他们。虽然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你一直对我很好，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强扭的瓜不甜，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祝福我们，我也很希望咱们能够成为永远的好朋友，所以我不想欺骗你。观众想说话说，把话筒给他们。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非常的明确了，人家已经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然后你也没必要就是非要纠结一些大家看得很明白的问题，你现在应该做就是转身离开。哎，对了，这个现场有很多年轻的女士哈，就是当这样一个男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们会喜欢他吗？大声点好吗？还是喜欢你的人多？你接着哭吧。还是喜欢你的人多？还没弄明白吗？啊？斩钉截铁的给他们撂一句话：走你自己的路，追求你自己的幸福。在这里祝福你们幸福美满。
手变成一片海，痛得我放不开，深爱的我真的不会爱。两位来站到这边来，小伙子站过来。怎么称呼你啊？也姓王。小王是吧？今天咱们既然已经都这么心跳了，让人那么心碎了，我还想再往下看。我真的想看看人性的这个纠结。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哈，我想听听你们如何来表白。来，黄金60秒。自重呢，我想对你说，不管以后我们走到哪里，只要我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会用心去爱你。完了。我想说的话也很简单，我喜欢你，所以我希望永远要跟你在一起。你们要真想好了，我们也祝福嘛，祝福认为他们可以获得幸福的每一对情侣。麻烦小左回到原点，小王，如果你愿意，你就去那个门里面站。小王那扇门打开的时候是走进来的是小魏，而回到那个原点的时候是你。很多感情在没有处理清楚的前提下开始新的一段感情，也许就埋下了很多的祸根和伏笔。虽然你们在这个现场在黄金60秒信誓旦旦地说要对自己好一生，但是我希望当这个门真的合上的时候，你们可以做一个认真的考量。来，请关门。要感谢小魏的勇敢，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希望。其实也要感谢小左和小王的勇敢，让我们看到了有的时候爱情的力量也是无坚不摧的，极其可怕的。他们俩真的走在一起之后，他们会幸福吗？来，现场的观众朋友请选择。这大概就是大家的一个态度吧，大家87.01%的朋友选择了他们分手。我们一起数5个数，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来，5、4、3、2、1，你开门。每次爱你爱着你，不弃不离，不在意一路有多少风雨，就是爱你爱着你。来，在你手心灿烂的星，只要他们彼此是真心的相爱，我们希望你们能爱得真挚。小左，不要把爱情当成儿戏。有请花童。来，感谢天津东尼佩奇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小王，谢谢你们，请回。别急，我过去只觉得我们小花童很漂亮。我今天突然弄清楚了，为什么在婚礼上，包括在我们这儿送钻戒的是小花童。我突然看到他们眼睛是那么的清澈，是那么的纯。原来在婚礼上去给新娘搭裙子的小花童，送戒指的小花童，其实寓意的是一种纯洁，是大家希望爱情是纯洁的。如果你们的爱情是纯洁的，我相信现场的每一个观众都会祝福你们。让生活说话，告诉大家，现在你可以向他求婚了。看到这个钻戒之后呢，我想对你说，不管别人怎么不看好我们的爱情，只要我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以后，我都会用心的去爱，勇敢的走下去，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出现。一路有多少风雨，就是爱你爱着你。带着他走吧，走吧，祝你们幸福。灿烂的幸福全给你。